婚。经过这次旅行之后啊，你有没有什么一些感触啊？又不是第一次出去旅行，可你和我是第一次啊，我可是有很多感触啊。那你都有什么感触啊？跟结婚相比呢，以前我更喜欢谈恋爱，可经过这次旅行回来之后，我的想法有了一些改变，我想结婚了。咱们俩在一起谈恋爱也没多长时间，现在就想结婚了，也太早了吧？大姐大，真臭美。我只是说想结婚，想要个家庭，再要个孩子，也没说和你呢。哎，你是怎么想的呀？什么？我怎么想的？结婚啊？你不想结婚吗？我没兴趣。哎呦，那可怎么办呢？我可是想结婚了。哎，看来从明天开始我又要忙碌起来喽。忙什么呀？相亲啊。老板，给我这烤串多加点辣椒。照的不错吧？嗯，我就说我的拍照技术还可以。哎，你就看这张，姐夫这表情也太逗了，笑死我了。好玩吧？你姐夫就爱卖萌。姐夫人呢？啊，买菜去了。哦，现在和姐夫的关系缓和了很多啊。尤其是这一次咱们一起出去玩，我看到你们俩真的很好。以前咬牙切齿的要报仇，现在都原谅他啦。怎么叫做报仇？怎么叫做原谅呢？其实我自己也说不清楚。我觉得就像你盖这个被子，你盖上了，伤疤就盖上了。不管是对对方还是对自己，这么过可能会安心一点吧。我为了给你拿照片看，我是从公司偷偷跑出来的，我得回去上班了。走了，姐啊。小朵儿，啊，我想活，我特别想活。可是在我脑子里面，总有一个声音跟我说，你会死。但是在我心里，还有一个声音告诉我，你要活着。你知道吗？这个想活的念头，快把我折磨疯了。这是怎么回事儿？都要离开了，却还这么留恋，不应该呀，应该潇洒的走才对，对不对？死亡不可怕，我看了一些书，那些书上说死亡，那种感觉可能就像打了麻醉，慢慢的就睡着了，没有知觉了，也不疼了。也许我就解脱了，但是一想到我要离开你们，离开我的孩子，我真的害怕，我害怕。好了，别说了，没事。其实我就是心里憋得很，我要找个人说，说出来我就舒服了。你说吧，你把憋在心里的话都说出来就好了。
我是背着我姐把这照片送过来。我想，你应该会想要。谢谢你，小德。有一件事情，我想您应该知道，所以特意过来跟您说一声。我姐活不了多久了。活不了多久了，不是他一直在好起来吗？啊？没有好起来。我先走了。给爸爸看。爸爸丑吗？爸爸丑能把你们生这么漂亮啊？我为什么只有半张脸啊？你的脸被小姨挡住了。哇，你看你衣服都湿了呢，你不也是一样？哎，你看，哎，看我。老婆，想什么呢？想明天去个地方，我陪你去啊！你都不问我去哪就陪我去，不管你去哪儿，我都陪你去。油嘴滑舌，你怎么跟我的密似的？几点了？该哄孩子睡觉了。孙子，娘娘，快去！哎，宝贝儿，睡觉啦！睡觉啦！就看我就变死了！睡觉啦！喂，英雄少年方世玉是？请问小姐有何贵干啊？你在干嘛呢？我在写论文啊。虽然方世玉是练武之人，但也要文武双全啊。你还没睡呢？没有睡呢，我在喝酒。你在哪儿喝酒呢？我去找你吧。你别过来，我今天不想看见你。看见你了，我有很多话就说不出来了。以前我一喝多了就会想起那个人，可是现在我喝完酒了，想起来的人是你。我每次一见到你，我就觉得自己心里特别踏实。你懂我的感觉吗？懂啊，当然会懂。哥哥，如果没有那些过去，没有经历过那些不开心的事情，我能单纯的遇见你，该多好啊！那你就当遇见我之前谈的恋爱，就是在为我做练习。正好我也不喜欢没有经验的女人。你以为有经验就够了，有经验就好了？不是的，不管之前经历过什么样的过去，我见到你的时候，还是会像第一次一样紧张，心里又害怕。我觉得，这才是爱情吧。你怎么什么你都不懂呢？狗狗的，你知道吗？我最喜欢的就是看着你笑，你笑了，我心里就踏实了。你现在才知道我的珍贵啊！怎么喝了酒才敢说实话？那你以后喝过了酒，
不要给我打电话了，知道吗？喂，小朵，你在听吗？小云，给我做点饭吧，饭，我肚子饿了。做饭，做饭，做饭，做饭。我姐活不了多久了，活不了多久了。不是她一直在好起来吗？没有，没有好起来。做了这么多菜干嘛？其实一碗粥就够了。我不知道你现在爱吃些什么，所以就多做了一点。你等一下，还有你小时候喜欢吃的。这是我刚刚腌的，我腌了一大坛子，还准备给你寄过去呢。你尝尝，看看好不好吃啊？来，吃啊！看着就好吃。好吃，小时候的味道。我记得我小的时候啊，一口气儿能吃一盆呢。你小时候啊，妈妈没有把你照顾好，只能做这些东西给你吃。没想到能给你留下的唯一念想，就是这盘廉价的萝卜皮了。再廉价也是幸福的，有妈妈的时光。好了，不说这些，来，一起吃。一起吃饭，似乎那是多少年前的事了。还想吃什么吗？妈给你做。不用了。
我想麻烦您一件事儿。你说。我今天晚上能不能在这住一晚？谢谢。啊，吃啦，药也吃啦，饭也吃啦，喝的粥。哎，你给孩子们都做了吗？啊，哎，晚上菲菲睡觉之前，你带她去下洗手间。哎，你就别操心了，我已经把孩子们哄睡着了，你就踏踏实实的陪妈妈多说会儿话。明天一大早我过去接你。嗯，好。要是夜里有什么事情，随时给我打电话，我把电话就放在床头上。放心吧。挂了。屋里有点乱，那个，这床有点硬，我多铺了一床被子，也不知道你习不习惯啊？你平时就住这儿啊？平时啊，有时候工作晚了，就住在这儿，一个人住啊，还挺清静。来，上床吧，啊，来，我给你脱鞋。哎呀，妈妈脱，没事儿，啊。暖和吗？啊？暖和啊？暖。能和你这样子在一起呀，我像做梦一样。小云啊，你的心肠可真好，让我给你做饭，还陪我过夜，谢谢你啊！哎，对了，我见到小朵了，她是那么漂亮，看起来和你一样精干。就算我在她身边，我觉得我也没有这个能力把她培养成这个样子。年幼的你是怎么做到的呀？啊？我没做什么。小朵自己很争气，很努力。她来过。来过，可她不怎么跟我说话。是啊，一个从来没有跟她在一起生活过的女人，她怎么会叫她妈妈？她心中的妈妈不是我，她心中的妈妈是你呀。其实，小朵
从小到大吃了不少苦。那时候每天下学也不能去玩儿，还要帮我做家务，从来没给他买过新衣服，可他从来也没抱怨过，学习特别好。自从你走后，爸爸就一直酗酒，经常彻夜不归。只有我跟小朵2个人互相依偎着，才度过那些夜晚。对我而言，如果没有小朵，我撑不下去。她是我生命中最重要的一部分。对了，爸爸再婚了，就在前不久。自从你离开他以后，他就一直一个人。也许是因为知道我身体不好吧，所以决定再婚。小英啊，你还恨妈妈吗？啊！我曾经特别的怨恨你，我怨你生我不养我，我恨你让我吃了这么多苦。可是我现在不恨你，我感恩你把我带到这个世界上，我感恩你给我生命。妈，能抱一下吗？你叫我妈妈了吗？妈，我可怜的女儿，我疼你的女儿，我对不起你。妈，把它交给你了啊！哎，妈，如果我以后没法再来看你了，不要伤心啊。去吧，我走了啊。去吧。您保重。小雨。
哎呀，我这前天绝对是喝到假酒了。昨天我这胃难受了一天，今天终于好点了。你昨天胃难受怎么不跟我说呀？给你打了好几个电话，你都说你在忙。我这是昨天在忙啊，怎么了？没事儿，就想请你吃顿饭，然后跟你说点事儿。那你说呗。你吃饱了吗？要不然我们找个浪漫的地方，喝点红酒，然后再喝点香槟。停！你现在千万别给我提酒，这不是挺好的吗？对了，等会儿，老板，加点汤。喂。你怎么不吃啊？你不爱喝骨头汤啊？我想这不会是狗骨头吧？不管世道变成什么样，我也不能吃同类的。可太逗了，这怎么可能是狗骨头呢？没事儿，喝吧。你还真是不懂礼貌哎！怎么能打电话打了一半就睡着了呢？我给你打电话了。你不会忘了吧？我可能是喝断片了。昨天凌晨1点35分，狗饭碗呼入时间12分35秒。你不会真的忘了吧？我跟你说了什么？虽然我现在不记得内容了，但我知道我肯定没乱说话，对吧？乱说话倒没有，不过你说了很多大胆的言辞。大胆的言辞。就是爱的告白啊，比如说什么没有我活不下去，我有多么多么的帅，然后我笑起来多么多么的可爱，你不跟我在一起的时候多么多么的想你。不可能，绝对不可能。早知道我录下来好了。我这个人吧，在家的时候穿衣服特别随便，也不爱化妆。如果要是今天一天不用出门，我可能连脸都不洗了。而且我这个人脾气不好，你应该知道，一生气就容易发飙，一发飙就失去理智。还有就是，我要是真的特别累，可能睡觉的时候会打呼噜，还有可能磨牙。这些你能接受吗？女人不都这样吗？我妈好像也这样。早饭你是别想了，我没时间。但我要心情好的时候，偶尔也做1、2顿。这个没关系，我每天起来都很晚的，所以你做了我也没时间吃。你也知道，我呢工作比较忙，公司有一堆的事儿等着我处理，所以贤内助什么的也不太可能。贤内助我可没指望，不过你想主外的话，我倒是可以支持你。这些要是你都能接受的话，就挑个日子领证吧。好啊。你的意思是，刚刚你说的那些我都答应了，你就可以跟我结婚？对啊。你刚刚是在向我求婚吗？算是求婚吧。那你愿意吗？干嘛呀？那么多人呢。我说大姐大，再有这种事的时候，提前告诉我一下，或者你暗示我一下。这在火锅店，而且，你怎么能先说呢？那你不愿意啊？不是不愿意，但是这跟我预想的差距有点太大了。我预想的是在一个很浪漫、很浪漫的地方，然后用着各种浪漫的方式，就是那种可以把你浪漫到快晕过去那种。可是现在在火锅店，哎呀，这算什么呢？你要是不愿意，就算了吧。哎，不是，哎，我没有不愿意，我的意思是，求婚的那个人应该是我，许小朵，你能嫁给我吗？
在一起还真刺激呢。求婚这件事儿都要抢着来。不是你跟我说的吗？你不喜欢没有经验的女人。你看，你说漏了吧？我就说，你记得我们2个人昨天说的话。我是说看看黄历，挑个好日子。只要能跟你在一起，哪天都好。伯父伯母，今天我们来呢，就是想正式征求一下2老的意见。我想和小朵结婚了。不管正式不正式的，赶快把人带走。只要有人带他走，我们就很感谢了。爸，我们呢，也没什么条件，唯一的条件呢，就是希望能早点把她给嫁出去。爸，你就真那么嫌弃我啊？见过你的父母了吗？哦，明天就去。啊，明天？你怎么没提前跟我说呀？爸不是说了吗？让我快点把你带走，哪还有时间浪费啊？明天正好是周末，我家人都在。小朵啊，你明天去的时候多买点那个见面礼啊，好好表现，别耍脾气，听见没？知道啦。那个小芳，你给你爸你妈好好说说。小朵她脾气不好，她倔，这你也知道是吧？让你爸你妈对我们小朵好点。爸，您放心吧，我会的。小芳啊，你知道吗？你找着我们小朵，你是挖着宝了。你上哪儿找这么好的女人去？对，那是当然了，我一定会对小朵非常好的。那是必须的。爸，吴婶，你们放心吧。怎么了？我觉得我们应该重新考虑一下结婚的事儿。为什么呀？你怎么这么善变啊？你说你又哪儿不满意了呢？你父母看我的眼神都不对。都要做媳妇儿的人了，该不该说的话，你眼睛眨都不眨一下全说出来了。你觉得哪个父母的眼神会对啊？我说什么？我也没说什么呀。问都没问你，你就把你妈妈离家出走的事说出来了。还有，你姐姐从小辛辛苦苦把你养大，这个没问题。那你有必要把你姐夫出轨的事也说出来吗？我就是想表达，我姐为了我操劳了半辈子，你说我诚实一点有什么错呀？诚实也要分时候吧。你怎么不把你谈过几个男朋友都告诉我父母呢？你说什么呢？我是想说，有的事情可以跳过，没有必要一次性把所有的事情都说出来啊。还有，我父母只是交换了一下眼神，他们也没说什么呀。就因为这个，你就改变了我们婚姻的计划，这怎么能行啊？就是觉得你妈看我的眼神有点怪，尤其是我一说完我的年纪，她脸色都变了。你说哪个父母能欣然接受年龄比自己儿子大的媳妇儿啊？这不得慢慢来吗？年纪比你大怎么了？我有错吗？再说了，我认识你的时候，我可都说得很清楚啊。你以为我这几岁年纪是白长的吗？我为了这日渐增长的年纪，我吃了多少苦啊！小伙，好，大姐大，只有你最厉害了，好吧？你最厉害。行了，走了。不管怎么样，我父母现在不已经同意我们结婚了吗？那是他们逼不得已的。怎么感觉你像个小孩一样？比我大那几岁啊，真是白长。哎，说什么呢？我是说你可爱，你真的很可爱。其实啊，我父母真的很民主的，只要我喜欢的，他们肯定会说 OK。所以就请你相信我吧，别耍脾气了。走，我送你回家。拜托，以后不要不分场合的发脾气了好吗？刚才都把我吓坏了。我不是走出来之后才跟你说的吗？刚才在屋里多老实啊。还不如认领一个孩子。说谁呢？我就让你答应我一件事，以后和我在一起的时候，就少发脾气，好吗，方太太？方太太？对啊，你觉得我们结了婚之后，你还能逃脱我的
五指山吗？哎，太太，你还对我动手？来抓我呀！家主，你能不能不那么幼稚啊？啊！来抓我呀！谁当你的方太太？我才不就是要我的方太太。家主，来，坐，快告诉我，见他们人怎么样啊？啊？还可以。那他们家人说什么了吗？喜欢你吗？就那样呗。你这叫回答问题啊？什么叫就这样呢？是不是嫌咱们家家世不太好，所以反对你们俩结婚啊？姐，这是什么年代了？现在是只要我好就行了，跟家境有什么关系啊？那你是怎么了？你看看你板着个脸啊！他妈一听我说年纪，脸色马上就变了。哎，我还以为什么事儿呢？哎呀，我告诉你啊，狗骨头他们家人家是中医世家，你知道吧？所以呢，人家肯定是那种传统保守型的家庭。那可不是嘛，儿子带一个比自己年龄大的女人回来了，这当儿媳妇，人家妈能笑着同意就不错了。你就知足吧你，还真不高兴。那当然了，因为在我的心里，我觉得自己是无可挑剔的。瞧你作的，无可挑剔，你在我这就有可挑剔。你知道我多担心你吗？今天，真是。行了，姐，我逗你玩呢，跟你开玩笑的。我今天去他们家，家里人对我都很好，什么都没说就同意我们的婚事了。其实我心里特别高兴，我还故意跟狗骨头发了顿脾气呢。哎呀，我就特别搞不懂你，说你有时候怎么那么奇怪呀？你说你不高兴的时候你发脾气，我能理解，怎么你高兴的时候你还发脾气呀？我发现你有时候你想的跟说的永远不一样，真的，你不能那么老使性子，知道吗？是，我是不好意思嘛，有点伤我自尊。听我的啊，我觉得呢，以后你就应该要做，就直接去做；要说，你就直接说。你不要老把自己想说的话呀都藏在心里不说，然后那些感情啊都隐藏着。喜欢就告诉他我喜欢，不喜欢就告诉他说我不喜欢，听见没有？要不然以后啊，容易追悔莫及。我知道，知道什么？就是让我惯的。小朵，这结婚可是大事啊，你想清楚没有啊？有时候我越想清楚，越想不清楚。虽然我认识他的时间不长，但是和他在一起的时候，我心里特别踏实。还有，我想让我姐看见我出嫁，这样她也会安心。可是，要是办婚礼的话，时间上会不会太赶呀？要不有两家人在一起吃顿饭呗？时间可能会赶一点儿，但是我还是想有一个仪式。我想让我姐看见我穿着礼服，正正式式的嫁出去，她也好心安啊。我明白你的意思了，谢谢你，小朵。明天，我想告诉孩子们，可是我不知道该怎么说，毫无头绪。我真的怕给他们带来打击和伤害。可是要是不说，我觉得不对。我不知道别的人遇到这种事儿会怎么做。
要是说不出口，就先不要说吧。不行，一定要说。永远忘不了我妈妈离家出走那时候的样子。如果她跟我说一声，可能我就不会这么怨恨她。少岁月，终于学会了坦白。我庆幸对爱没有太多依赖。经过了这么多年，我才渐渐地明白，爱经不起意外，不小心就会淘汰。想用时间锁上心怀，不让悲伤进来。厚厚的回忆责怪我对爱的无奈。有多少人值得去爱，值得用真心去对待。爱情需要经营未来，不是爱过以后转身离开。有多